有一种成交量遇见了，价格就会起爆，短线收割大量利润，这是成交量6柱中平量柱的进阶技巧，短线起爆模型。当2天成交量误差在 5% 上下，就可以定义为平量，而成交量平量预示多空双方处于涨时的平衡中。上期视频阿哲讲了平量识别高点低点变盘的方法，今天我们学习平量出现后哪种情况更容易股价出现加速。平量后的行情走势，除了位置、确认、颜色3个要素的判断外，还需要考虑资金异动。平量的识别其实不难，当你可以察觉成交量的明显起伏，那么很明显这是不存在平量的。直到这2天的成交量基本相同，成交量的差距误差在 5% 之内，但这种多空平衡很快就被打破。第2天出现了明显的放量上涨，这个放量是倍量，也就是比昨天成交量还放大了1倍以上。这表明3天内股价出现了2种极端情况，从多空平衡到多方碾压，这是量价上短线的变化。遇到这种成交量，股价很容易短线起爆，当然这是基础条件。阿哲接下来会告诉你关于平量起爆点它的止损设置以及3大重要事项。看到这，成交量从起起伏伏再到这2天出现了成交量平量，而后倍量，短线出现极端量价。第2天价格立马跳空上涨，短线出现大量利润。当然单纯的量价分析有时还不够全面，你看这次也是出现了平量后的起爆量能，但你会发现起爆量后短线却没能如期加速。所以实战交易中我们还需要明白其他的影响股价加速的因素，以及交易中的止损设置。我们先要清楚股市中资金的流动方式，大资金的运作一般需要经历建仓、洗盘、拉升、出货这4个重要环节，而在行情图表上就表现出股价不同时期的不同运作波动方式。所以提高短线交易胜率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找到资金目前推动的方向。你觉得股价在拉升区和在建仓区，它们出现股价加速的几率会一样吗？都不用想，肯定是不同的。这也是为什么有的量能起爆，短线会连续加速，而有的量能起爆，短线却很难起跳，甚至买入还有亏损的结局。背后的原因关键就在于资金当时运作的阶段不同，而关于这方面其实也肯定不是1个视频、2个视频能够讲得清楚的。当出现平量起爆点时，下方大量的绿色柱子说明当前市场的资金有许多是套牢资金，套牢盘过多，价格就不容易出现起跳，所以这种起爆点加速几率极低。而当起爆点出现在机构资金控盘的市场，那么这种阶段价格将比以往更加活跃，也就是说这样的起爆点更容易出现价格的起跳加速。如果处于低位，只要不跌破倍量阳线低点，甚至我们可以看好波段的后续上涨。倍量阳线的低点也可以作为止损价格。所以平量起爆的使用有3个注意事项。第一，如果市场套牢资金过多，那么价格的启动会面临许多筹码的抛售，这种起爆点往往操作难度会比较大，还请酌情参与或不要放入过多仓位。一般这种资金架构下，任何的交易手法买点或卖点，它的交易成功率都会大打折扣。第二，我们更希望手中的标的是处于大资金、大机构长时间控盘的阶段，这种起爆点一般不止短线启动，多数还伴随底部波段上涨行情。在这种资金架构下，交易技巧很多时候是锦上添花。最后，如果你对于资金的了解不深，也无法洞察手中标的的当前资金架构，那么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技巧可以帮助你初步掌握起爆点的交易。我们希望买入平量起爆后是短线加速行情，价格会出现起跳、跳空、加速的行为，但在不清楚资金运作的前提下，
如果买入后价格没有出现以上行为，没有出现加速，那其实有获利可以直接离场。这种操作方法也同样可以。这就是平量起爆模型，把握价格起跳，短线收割大量利润。希望今天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。更多成交量交易方法，我们下期再见。